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先歡迎我們的來賓到場，錢立偉、沈大千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举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記得了，先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在留言板寫下"熱推"2個字，或者是直接幫我們按下熱推鍵，如果有看到的話，並且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歡迎繼續的在上面留言，告訴我們說你在哪一個城市來收看的。如果有特別留言，我也會來這邊親自的做回復，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動。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川普最新的發言，他豪言說伊朗會在3天之內崩潰，並且說呢，它的石油管線在3天之內會爆炸。另外，他還喊了，如果不達成協議的話，會做開戰的正式倒數了。伊朗則是用3招來繼續的續命，哪3招？等一下我們繼續一起來關心。白宮現在內部也有非常多的問題，情資顯示伊朗保有2/3的空軍戰力，大部分的導彈能力，還有荷姆茲海峽的封鎖戰力。在這場戰爭接下來如何發展？等一下節目我們都會做一個全面的解讀。先來看到川普最新在他的社群平台，在他的 True Social 上面再度的發文，他說伊朗已經陷入崩潰了，甚至伊朗還主動的向我們美方傳話，說希望盡快的開放荷姆茲海峽。這些話說出來，但是沒有任何的根據，是在哪裡聽到這些話，或者誰說的，川普都沒有說，白宮也沒有做更多的這個表述。再來，川普還說，伊朗的輸油管可能會在幾天之內爆炸，原因是呢，石油槽裡面的這個石油已經太多了。他說，中國大陸的角色在這邊並沒有這麼的重要。川普還說，美國已經失去耐心了，伊朗接下來只剩下最後的3天，到時候美國將會炸毀伊朗的石油設施，成為這一場戰爭最大的贏家。他指的是美國。真的是這樣子嗎？伊朗只剩下3天的時間。我們來看到最新是來自於這個是航運追蹤機構給的最新消息。他說，伊朗其實不是只有3天，其實光是緩衝的時間，它最多可以來到12到甚至22天。原因就是這個伊朗方面呢，它現在有很多的急救章可以去就目前所碰到的問題，一共是3個。第一個，他們把海上的油輪現在變成了他們的臨時的儲油庫。第二件事情，原本呢這些老舊的設施放在那邊閒置的，現在伊朗也把這些舊設施拿出來做使用。第3件事情跟中國大陸有關了。他說呢，伊朗不惜花比較多的成本跟錢，用鐵路的方式把石油運送到中國大陸去，換句話說，就已經不是走傳統的海運路線了，全部用這個高成本來走鐵路，把石油給運輸出去。那麼這個是來自於伊朗現在面對的問題，還有他們怎麼做急救。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美國內部則是面臨到非常巨大的壓力。我們來看到的是來自於這個大西洋月刊的最新揭露。他說，川普現在面臨的壓力是五角大廈內部沒有向川普透露整體戰爭的全貌，而且國防部還被質疑在這個戰爭期間不斷的誤導川普，給了他錯誤的情資。再來，還有前官員是直接開轟了。他說，戰爭部長赫格塞斯他極力的迎合總統，甚至呢，他用的就是他的電視經驗，讓他非常懂得怎麼樣跟川普說話，而且他說的話都是川普想要聽的話。他說，我認為這樣很危險。再來就是特別指到赫格塞斯其實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未來他可能會想要投入在總統的選戰當中。換句話說，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確實，我們來看到赫格塞斯是怎麼講的。他說，美國的武器到現在還是很儲備足夠，而且呢，經過8週的戰鬥，伊朗軍隊承受的損失十分的慘重。但是我們來看到副總統范斯完全不是這麼認為的。私底下根據於媒體報道，他向這些媒體做了一個透露說，他認為他很擔心的是美國的導彈庫存正在見底當中，而且他認為大幅的削減這些彈藥儲備的後果將會是不堪設想的。情報機構也直接打臉目前的戰果。有關於伊朗，這個赫格塞斯說已經損失慘重，但是情報顯示伊朗還有2/3的空軍戰力，大部分的導彈能力，甚至還有能耐繼續靠着這些快艇跟布雷來封鎖荷姆茲海峽，而這些的能耐
都是最致命的。至於美國的內部，華盛頓的智庫戰略國際研究中心特別講到說，有4大的關鍵彈藥現在已經消耗，甚至是過半了。這當中包括了防禦用的攔截器、戰斧巡弋導彈、聯合空對地的防區外導彈等等，都是這種進攻性的武器。如果再持續的削弱下去，那麼美國接下來應對其他場衝突的能力就會大幅的降低。最後一件事情是，民主黨現在準備要針對川普提告了，因為這一場戰爭已經逼近了60天的全線紅線了。再來看到外部，川普又面臨哪一些壓力呢？盟友，我們來看到德國總理梅爾茨最新持續的酸川普，他說伊朗根本在玩一套超級高段位的不談判策略，把美國官員耍得團團轉，而美國現在內部正在被伊朗跟革命衛隊給持續羞辱。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川普高喊的伊朗3天之內會崩潰，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伊朗的3大招。針對石油，他說海上油輪它有這個儲油設施，重啟閒置的這些設施，還有靠鐵路運送石油給中國等等3招，到底這場對抗是誰在誤判情勢？委員怎麼看？對啊，川普說，如果伊朗再不開放荷姆茲海峽，他3天後就要去炸毀伊朗的這個石油開採的這些相關的設施哦。其實川普講這句話的時候，大概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會信他的。那麼全球的油價跟股價大概也不會有太大的波動，因為大家就知道時間到了之後呢，川普又再找另外一個理由告訴大家說為什麼又不炸了哦，再給這個伊朗另外一次機會。這就是川普最喜歡玩的一個手法哦。這個美國的媒體曾經統計過，川普最厲害的是在1小時之內可以有7套不同的說法，就1小時可以變7遍哦。我覺得他真的是好厲害，就川普不去演川劇的變臉，真的就是可惜了，因為他這個臉變得比什麼都快。對，他1小時可以變7次哎，所以基本上講這個什麼3天後要炸毀伊朗什麼儲油設施，大家聽聽就算了哦。那麼你說國際組織現在評估說伊朗只能夠撐12天，其實我得到的一些相關的資料，伊朗大概可以至少撐60天。它除了我們現在講的這3個哦，用海上油輪儲油，把海上的油輪變成它的浮動倉儲之外，它可以這個開啟閒置的設施，讓這些設施能夠重新的運用。然後當然甚至包含用鐵路去把這個石油經過中歐班列哦，就是經過哈薩克、土庫曼，然後到中國大陸去。但當然我們也算過哦，就是如果你用一列這個鐵路送過去的油量哦，大概也就是20-30萬桶。可是，一艘油輪出去的時候是200萬桶，所以你說光靠鐵路去把油能夠稍微的這個全面的輸送出去，可能性當然不高，但是它絕對有這個暫時延緩的效果，就是你畢竟就是慢慢的把這個壓力不斷的用各種方法釋放。除了這3個以外，它還有2個這個現在正在這個操作的方式。第一個，它改變它現在現有煉油廠的作業流程，它加速煉油廠的這個作業，讓原本在儲油槽中的石油盡快變成這個加工品哦。那麼用煉油廠的方式來消化這些東西，然後再把這些原料送出去哦。那麼第二個，他在做的是什麼呢？他在做的是，他考慮要關閉一部分將來維修成本比較低的油田。也就是說，沒關係，我先把它關閉了，我將來再重新開啟。可是我付出的成本跟代價比較低，那我現在就暫時先把它關閉掉。所以伊朗評估，在這個5種方法的操作之下，它可以撐60天。那故事就來了，伊朗可以撐60天，美國跟全世界能撐60天嗎？就川普現在口口聲聲說要伊朗開放荷姆茲海峽，他自己難道忘了嗎？就封鎖他的封鎖，川普你也在封鎖啊，就你也是其中一道封鎖荷姆茲海峽的外國勢力。就你叫裡頭那個開放，你自己不開放有個屁用呢？所以基本上來說，現在是2道封鎖。那我的好奇點就是在於說，美國跟全世界能夠撐60天嗎？川普能夠撐60天嗎？川普馬上就要面臨5月1日戰爭授權法在國會的挑戰了，川普馬上就要面臨民主黨提出各種的這個究責了，甚至川普馬上就要面臨到今年的期中選舉了。那麼以色列撐得住嗎？以色列的納坦雅胡現在面臨了在野党的結盟，馬上要在今年10月大選要把它拉下來。那全世界撐得住嗎？各位，今天荷姆茲海峽所封鎖的不是只有石油啊，還有氮肥啊。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能源危機，看到的是這個糧食危機。我們在這個節目曾經討論過，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核彈沒有爆啊，海底還有7條電纜啊。對，那7條電纜只要切斷了，那就是 AI 產業的末日了，那就是全球金融業的危機了。所以這些東西，伊朗根本還連端上台面都沒端上來。
你說切斷海底電纜很難嗎？一點都不難美國、英國當時是怎麼把那個北溪2號給炸掉的？那麼這易如反掌啊！你可以在那裡搞北溪2號，我何嘗不能夠在這裡把電纜切斷呢？所以坦白講哦，看誰撐不住嘞，就看誰現在最像熱鍋上的螞蟻，看誰現在話最多。顯然不是伊朗嘛，伊朗可以2進2出、3進3出、8進8出，伊朗一點這個急迫感都沒有，也沒有任何的違和感，反而是現在川普想盡各種辦法，不斷的在放話，因為川普自己知道他慘了，他進入了一個沒有出口的戰爭啊。好，所以說伊朗可以撐60天，那美國能不能撐60天？我們繼續來看，因為剛剛特別講了嘛，美國的智庫內部已經示警說，它的這個彈耗已經消耗過半了，甚至呢，范斯我們剛剛講，他很擔心的是彈藥的庫存已經見底了，會影響到之後任何他去美國要去打任何一場仗都會受到影響。但是一方面，我们剛剛看到了赫格塞斯持續的不斷強調說，伊朗已經被打到很慘啊，美國很強等等，一直給一些錯誤的情。接下來如何看？是不是在透支下一場戰爭了？在這場美伊戰爭當中，岳老師怎麼看？這個美國現在你在做判斷的時候啊，在這個整個這個川普的內閣當中啊，就是拍川普馬屁的赫格塞斯啊，是跟着川普講的一樣，像我們委員講的，就是跟着說謊，就沒辦法，為了要升官發財，就必須要這樣子說謊。那個整個內閣當中，唯一還願意說點實話，從頭到尾不說多話，一說就是實話的，就是范斯。所以大家要了解，因為現在的話呢，其實我現在在這邊講啊，就為什麼美國打一個戰爭，怎麼彈藥怎麼消耗的這麼快啊？因為美國不敢打陸上戰。所以說他會認為說狂轟亂炸，炸了13000多個點以後啊，伊朗自動會投降的啊，沒想到啊，伊朗抗住了。我說實在話了啊，川普可能撐不過60個鐘頭啊，那伊朗可能還要再撐60年呢啊，那畢竟是個3000年的古國嘛。但是一想也就知道，就什麼撐不住了，伊朗哪有這種撐不住的問題？只是越過越好。那美國倒是真的，因為60個鐘頭以後，川普就要面對60天的這個60天，如果一投票沒過，就是非法，非法就全部結束了，那當然就撐不過60鐘頭。我現在稍微強調一下第二點呢，就是說川普講說中國沒那麼重要，對不對？中國可能自己來講不覺得自己重要，但是中國手上有稀土啊，對不對？你現在這個導彈啊，你的先進武器啊，你各式各樣的戰鬥機什麼的，你國力的這個裝備就需要靠稀土啊。那大陸現在的話呢，稀土的話呢，嚴格加耕者的管制，那是屬於美國最需要的東西。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美國他們擔憂庫存存底。如果你的軍工的複合體非常強大，那生產的力量非常大，像2次大戰時間一樣的，美國還沒有打完，或者說生產量就是已經消耗的2-3倍。那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消耗量的問題。美國現在人工是又貴又慢啊，然後你也找不到人。大家記不記得這個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川普把所有的軍工複合體的廠商全部叫過去，叫他們增加4倍的產量。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你這個東西的話呢，你就是突然要它增加4倍產量，然後要擴大了很多事情。第一個時間來不來及，第二個符不符合成本的效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來講的話，美國絕大多數的有識之士就發覺美國打不起。那你至於你在這邊問到我說，川普自己還在講說下一個要打古巴，下一個打古巴的話呢，那整天在那邊搞事情，在這個亞洲這邊的話呢，萬一這邊台海又出事，那美國怎麼打？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會發覺說，美國基本上在川普的吹牛情況下，把自己搞垮了。好，同樣的問題，那蓋哥又怎麼看？另外一方面，現在民主黨準備對川普提告哦。對，民主黨如果真的川普提告，然後真的受到彈劾的可能性雖然不大，但是我們要看另外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說你要看到底赫格塞斯在演哪一出。我今天就講白了，赫格塞斯要出來選總統啦，你知道嗎？他其實他內心他的內在，你會看到他現在做什麼事情都很強勢。來，這個陸軍的這個參謀長啊，蘭迪喬治，我把他廢掉就廢掉了。然後我們這個軍隊裡面以後不可以再出現女性的將領跟黑人將領，這些事情都基本觸犯美國憲法。他敢做，他竟然還在推那個槍支步槍協會裡面說，我告訴你。這個上帝賦予我們擁槍的權利，所以說呢，我們這個只要是信奉上帝的這些教徒們，我們都可以擁槍而自重。這些話聽起來都讓人家覺得似是而非嘛，對不對？他真的講這些話。赫格塞斯有政治野心，其實這件事情在華府的觀察裡面，這已經當然他們從來沒有講過一句，可是他現在直接得罪的就是范斯副總統。為什麼？因為范斯也要選。就這麼簡單，
那對於這兩個人的角力啊，他們絕對是不能夠輸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輸，輸了這個人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就完蛋了。也就是說，這兩個人能夠得到川普的這個青睞，去幫哪一個人的話，其實對他們來講很重要，這是他們的未來。那現在反映在那個伊朗這件事情上面，就是說，范斯認為赫格塞斯，你身為戰爭部長，你沒有講實話。美國飛彈的庫存是很可怕的在消耗，但是剛岳老師也有講說，那不是二次大戰。對，你知道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剩下什麼嗎？美國剩下2萬架飛機，後來變成廢鐵，為什麼？造太多了，一下生產太多，結果沒有打掉，怎麼辦呢？送到廢鐵廠去。美國當時的工業力量是多大？現在不是，現在我們現在從頭開始看。你現在從 AGM-154、AGM-158，還有 JDAM 這種聯合遙攻武器，每天燒的速度，等一下還要送給烏克蘭，還要送給以色列。為什麼？因為以色列要拿來打伊朗。所以美國的庫存一直送出去，送。回頭看 Lockheed Martin 洛克希德馬丁，你造好了沒有？問雷神公司造好了沒有？對不起，總統先生，我們可能要再2個月才能夠生產到你要的速度。過了2個月，他說生產好了沒有？對不起，我們還要再半年。美國的國防工業實力不斷在下降當中，造船不斷在下降當中，所以範斯就會問赫格塞斯，請問我們的飛彈庫存夠不夠？赫格塞斯說我們的庫存是無限，怎麼可能無限？你講給那個什麼鴨子去聽雷嗎？所以這些東西都不是正常人能夠接受的。我認為赫格塞斯他是從媒體出身，他知道要講什麼話給川普聽，讓他老人家高興。但實際上，美國的軍工業跟美國對伊朗的政策到現在已經面臨了十字路口。他到底要下一個決心，說不能再這樣拖下去？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再這樣拖下去，那很可能，你看最近出了很多大新聞，你看連那個阿聯都已經退出石油組織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說，其實美國現在正在站在十字路口，它整個國內的經濟也是一樣。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